约还能看到她性感的臀沟，而且她运球的时候，臀部就是有节奏的颤动着，衣服又是那种松垮的，屁股又在有节奏的颤动，所以驰骋一走进篮球场就看到了这样的无所谓，当场就口干舌燥。叔叔阿姨好。月月确实挺懂的，来见驰骋父母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比去公园那一套会端庄一些，他可能就会想着阿姨，长辈会喜欢。这款护肤品的抗衰效果特别好。哎呦，你太有心了，月月。叔叔，我特意问了驰骋，他说您啊就爱喝这个茶。哎呀，客气了，客气了。月月，驰骋还有个姐姐，常年在国外的。等哪天她回来呀，我介绍你们认识。太好了，那可太期待了。你看这姑娘长得漂亮，在走神呢，驰骋。是不是啊？是啊，是啊。哎呀，我越看越喜欢。驰骋，哎，好好对人家。这么容易就拿下？月月啊，你有空多来玩啊。你不知道我今天来见你爸妈有多紧张，没想到他们这么平易近人。哎，咱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我爸妈呀？再说吧。小说里月月说的是什么时候去见你岳父岳母？岳小姐这边。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见完驰骋父母已经拿下了对方父母了。还是没什么消息。你说我长得可怕吗？没有吧？怎么了？突然这么晚？我感觉某人很害怕跟我亲密接触。月姐怕你，不让你碰了。跟他没关系。你怎么还有这种烦恼？直接墙上不完了？老子要守在墙上，还问你干什么？哎呀，我觉着吧，就两种可能，要么是太纯了，要么就是心里有鬼。小高，你猜对了。江医生，他现在是既纯，然后心里又有鬼。他让我过来再拿点。那个药每家的店都有，何必让你跑我这一趟？主要是把甜品送给你啊。我去帮他拿。他自己怎么不来啊？你不是不想见他吗？不想见的时候来骚扰，想跟他八卦的时候他倒隐身了。行，药来了，把这个钱付了，这个拿走。哎呦，那可惜了，那我只能扔了啊！啊！别！哎呀，小帅这个眼神，这个是可以给小孩吃的，是吧？给一个叫江小帅的小孩吃。一定要小心提防驰骋。提防驰骋？为什么？哎，驰骋和我们郭少的恩怨啊，可有来头了。怎么说？我今天还有点事，改天有空再详谈啊。哎，你别把话说一半啊！李旺，你这样会被打的，说话说一半吊人胃口，肯定会被打的。李阿姨，这个点心后来卖爆了，这来医院都第3次啊。以后遇到事情啊，多和孩子沟通沟通。哎，谢谢医生。张阿姨，你这数值可有点偏高啊，回家以后少做农活，还有你这个伤口，回去以后啊不要碰水。哎，我知道了，谢谢。你别在这儿待着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12点了。12点了，还不走啊？江医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上你，大庭广众的之前
你在说啥？他回家了。谢谢。你还挺有礼貌。哎呀，这是啥？哎呀，哎呀！哎呀！哎，劳驾问一下，无所谓是住在这里吗？是啊，请问你是？哦，阿姨好，我是他同事，叫池诚，您叫我小池就好。哎，小池啊，来，快进屋吧。哎呀，大琼啊，都生了1个礼拜的病了，一直在床上躺着。哎，从回来就没再出过门了。你对你亲爹都没有这么礼貌过。无所谓。还给打码了这个视频。哇，这小鹿般的眼睛，偷偷学新知识。小鹿一样的眼睛。你要干什么？我们实践一下。来。青天白日的，说啥呢？我是不小心点到的。你要干嘛？他说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你生病了。这个时候腿毛还是浓密的。哎，你给我别了！大琼，快好了，哎，好了吗？现在就下来。无所谓。回家的时候把江小帅的电脑给带回家了。电脑里面江小帅有几千个 G 的收藏，几千个 G 的学习资料。各种类型应有尽有，从轻口味到重口味，无所谓就用这一些片子来进行脱敏治疗练胆儿，而且随着口味越来越重，它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还有刚刚池诚把那个嘴巴埋在无所谓肩颈这里的时候，真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特效，哞，就是牛的那个声音。其实小说里面池诚有开玩笑的说，听说你好几天没下床了，我闻闻是不是馊了，然后才把脑袋埋到无所谓的脖颈处去嗅了嗅，然后还装模作样的说，哎呀真臭了。无所谓立马说不可能，我天天洗澡。池诚就把自己的下巴戳在了无所谓的胸口，看无所谓特别较真的样子，真的觉得哇，这小子太可爱了，然后就笑得很开怀。这是无所谓第一次看到池诚这么积极正面的笑容，他还有一点不适应。小说里面有大情商的其实就是池诚和江小帅，他们分别在遇到无所谓和郭成宇之后，才慢慢的复活，慢慢的恢复了人情味儿。池诚真正抛开阴郁、抛开孤独，笑得纯粹灿烂的时候，是在无所谓母亲去世之后，他带无所谓去夏威夷冲浪。那里面他才是真正的笑回了18岁。当时池诚带着无所谓去海里面冲浪嘛，他拿了2个板，长板是给无所谓用的，短板是给自己用的。无所谓以前没有冲过浪，不会，池诚就去教他，把一些细节和要领都给他说完了。无所谓听完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下去，池诚不允许，连忙把他给拽住了，让无所谓重复一遍自己刚刚说的一些细节和要领。无所谓就想要敷衍过去，说我都记住了。池诚说不行，你要再给我背一遍。无所谓就不耐烦嘛，说背一遍太浪费时间了，就敷衍的3言2语的说了。就是非常的马虎，说完就想往海里冲，池诚一把就把他给拉回来了，让他一定要非常详细的重复，直到一条都不落，全部都记住，才放心的把他放到海里去。2个人同时在海里冲浪嘛。池诚冲浪的时候真的是太帅了，就是那种闲庭信步的感觉，轻松的就是在水面上划出非常漂亮的抛物线，整个人的身体就像罗盘一样，非常的有方向感。
就像是把人粘在了冲浪板上一样。整个过程真的是惊心动魄、酣畅淋漓、帅爆了。无所谓，就是一边哎呀我男人好帅，一边就是嫉妒的眼珠子都要红了，他也想这么帅，然后自己就猛地往海水里冲，结果不小心就被一个海浪打过来，呛着喝了好几口水。驰骋就在远处看到他喝水，知道他可能只是就是喝了几口水没有危险，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无所谓就捕捉到了驰骋的笑，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灿烂纯粹的激情澎湃的笑。那一瞬间好像驰骋又回到了17、18岁，好像没有经历过情伤，没有经历过后来的起起伏伏，回到了18岁阳光灿烂的驰骋。此时此刻的驰骋在无所谓的眼里真的是阳光洒遍了全身，迷人的有一点失真。妈，哎，你做那么多菜干啥？这不有客人吗？阿姨，我来帮你。哎，不用不用，都是油烟味儿，马上就好了。大球，你快带小池进去。哎，好。阿姨，你别哦，这个真的是好自然呀。哎，挂的那个编织的小包，藤包挺好看的，是，像个女孩子背的。你别说，你穿开裆裤还挺可爱。你脑子里想什么黄色废料呢？这你爸？对，走了16年了。无所谓，现在是25岁，差不多他9岁、10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在了。阿姨一个人照顾你16年，挺不容易的吧？我妈小心翼翼一辈子，吴妈妈真的好好呀，吴我想妈妈孝敬。可是创业3次，都败在同一个恶霸手上。放心，哦，不领你的情。以后你尽管往前冲，恶霸罩着。啊，这太天哪，这一幕，好像其实这个人有时候看着也挺顺眼。嘿嘿，恶霸罩着你。这里驰骋盯着无所谓的百日照，无所谓小时候特别可爱，黑黑亮亮的大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但是驰骋盯的地方不一样，他一直盯着开裆裤里的小魏。盯完呢，又去看另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无所谓已经2岁多了，穿着开裆裤，可能推着那个学步车。驰骋的目光直击无所谓的屁股，然后说：“你穿开裆裤挺好看的。”无所谓这个时候已经看完了几千个 G 的学习资料，立马就 get 到了他的意思。所以他俩后面玩的可花了。后来驰骋不是把家里改造了吗？那不是简单的水床哦，他是把家里所有的地方，无论是卧室还是客厅还是厨房，甚至厕所，甚至马桶，甚至天花板上全都是贴了镜子。不仅贴了镜子，还专门准备了开裆裤让无所谓穿。然后他俩亲热的时候，细节大家自己脑补一下，我就不细说了，细说了可能会被逼掉。来，吃饭了。啊，好多个菜呀！小池，来，别客气啊。池，哎烧的红烧肉，谢谢阿姨。尝尝看，好吃吗？好吃，阿姨，您手艺真不错啊。是吧？那好吃就多吃点啊。哇，这个红烧肉看着流口水。愣着干嘛？我给他盛饭。辛苦了，阿姨，您做那么多菜，辛苦了。行，你也多吃点，好，看你瘦的。谢谢您。小池，来，喝一点阿姨自己酿的米酒，不值什么钱，也
别嫌弃。操我祖阿爷，您这话纯手工的，别人想喝都喝不到的。哇，你这个驰骋喝酒的姿势很专业呀。小池，多吃点荤菜。阿爷，您不吃肉啊？我妈血脂高，吃不了那么多高胆固醇的东西。你们年轻人多吃点荤菜啊。驰骋其实很细心的，他很会爱人。小池啊，我看你挺爱喝的，我啊这酿了一壶，明天你带走。好。哦，明天？对呀。干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天都已经暗了，怎么能让小池赶夜路回去呢？再说我们乡下空气好，明天啊就让大球陪你到处逛逛。啊，阿爷，你手摸哪儿呢？不会打扰到你们俩吧？不打扰，不打扰，就怕你委屈了。今天晚上就跟大球洗一洗啊。不委屈啊，一点都不委屈。我收回刚刚对他很顺眼的评价。照顾人家吃饭呢。无所谓说，我好憋屈啊。吃啊。炫。哦呦，这里记住一下哦，其实剧里面为了打造无所谓家比较温暖的氛围，所以他们家的装修是做了一个升级的，总体的色调是偏向明亮的，厨房也是。其实原著里无所谓家是很破的，尤其是厨房，桌子呀都掉了漆皮，只有一个老旧的橱柜和一口大铁锅。因为吴妈妈她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就是家里人为了安全就不用煤气啊或者是电磁炉一类的，只用那个烧柴火的大铁锅。大铁锅旁边堆满了一些农家柴火，所以一进厨房，你的目之所及处就能看到厨房里到处都是什么干草啊、树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嘛，甚至还会有一些苍蝇绕着灶台飞。无所谓在吴妈妈喊驰骋吃饭的时候，当时有想，驰骋会用什么办法来拒绝吴妈妈呢？因为驰骋这种大少爷怎么会忍受这种环境？毕竟当初月月来的时候，吴妈妈还特意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柴火整理得整整齐齐的，连灶台都是擦得锃亮。可是月月连就是家门都没有入，到巷口就走了。但是让无所谓没有想到的是，驰骋想都没有想，立马就答应做饭了，而且吃吴妈妈做的饭是非常的有食欲，不像是那种装的，没有一丝的犹豫。无所谓这里心里是很感动的。床看着不太结实的样子，感觉他俩后面如果在床上折腾，床会塌。怪谁啊？光卡裆。我小时候的裤子。这裤子还有点透，这个白色。哎，今晚我睡这儿，你睡那边。在自己家你硬气了无所谓。你就这么招待客人了？怎样？有脾气？阿爷，哎呀，哇，这一勾也太引礼了吧，好生脚。行，你赢了，你睡这儿，我睡这儿。床这么大，你俩一起睡呗，睡得下。散发魅力了，无所谓，防沉迷，防沉迷。无所谓，醒醒，醒醒！我这个腰的曲线，天啊，这个曲线！一个女孩子
羡慕了。你俩一个床上一个地下都没被子。我们中国人要盖小肚子的，不然会着凉拉肚子的。天哪，这个腰曲线，硬吗？无所谓。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哦，这个表情好可爱，你不要乱来哦，这个表情。一听就知道看这位啊，满脑子有什么呢？我是问你地板硬不硬？挺硬的。哎，你要干什么？他不敢。好嘞。哦呦，好累，搭的好顺溜。哎呀，哦，被爱的有恃无恐吧你，无所谓。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哦，说出来你不信。真的，池诚有时候也挺冤枉的。明明是无所谓多想了，当初那个吹糖人也是，人家明明让你吹糖人，你以为别人让你吹箫。这里的硬嘛也是，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哦，人家问的是地板硬不硬。后面吃麻辣烫也是无所谓自己钻车里的是吧？池诚还没动啥呢，无所谓自己直接钻到车后座了。所以池诚有时候会想说，人啊有时候真的是被冤枉了，有嘴都说不清。是不是感动了呀？无所谓，他睡地上，你睡床上。这个环境确实很好哎。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你行不行啊？你到底会不会骑车啊？哦呦！上车。山啊！哎，这个车子经受了不可承受之重。闭嘴，少说话。直接。小农夫。多远啊？再往前，再往前一点。哎，到了，对，就这儿，下车吧。来。过来，就这儿。一会儿拿过去给小子当后山口呗。什么年代？还用这土办法装上去？但是你就会觉得可爱呀。你懂啥？口是心非。装着地里的麻雀就是比城里的麻雀笨，它不避人。我跟你说，我家里头就有一窝笨麻雀，天天往烟囱里飞，它不知道里面是空的，就落我床上了。哎，你也养生，你肯定有不少抓鸟的方法吧？哇，好帅！就这个好吗？不愧是柴鸡蛋，上瘾里面顾海抓鱼都是徒手抓，恋爱里面驰骋抓鸟也是徒手抓。他就是说你，他说你又笨又可爱。你看啊，这些都是我们家的玉米地。事还挺大的。来，别往那儿看，那边还不是。这里是现挂吗？无所谓。但这里好可爱。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家种的早玉米。早玉米呢，就是过段时间就可以直接摘了煮着吃，现在也可以吃，只是没有太熟。这玉米这半是不是有点烂掉了？可不要吃到这里哦。这里真的好好看呀！干嘛？这个眼神的一瞟，好好看。你敢说一个试试？你敢不让我亲，我全都给你倒出来。无所谓的喉结其实很大，你看这里面。
真的喉结很大哎！哇！哦！天哪！一个上嘴唇，一个下嘴唇，一个下嘴唇，一个上嘴唇，你俩还交换，还碰鼻子，哦，他俩的演员应该是驰骋的演员，可能那个上半身会短一点，腿可能会长一点。无所谓，那个演员可能就是身高稍微矮一点嘛。就我看到刚刚接吻的时候，无所谓已经尽量的在弯腰了，然后驰骋的演员就是一直在努力的挺直背，这样他俩的嘴巴才能这样严丝合缝。一开始亲的时候是一个用上嘴唇去贴他的下嘴唇，一个后面就是变成他用他的下嘴唇去贴他的上嘴唇，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毛笋一样，两个人的嘴巴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这么契合在一起了。这一幕真的是啥也不用说，直接是封神。好多人的入坑名场面就是这里，看这里真的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清香，是那种温暖的清香，干净淳朴，还有一点玉米胚芽的味道的那种清香，会看的人心里暖洋洋的。而且无所谓这里的那个推，他不是用手去推驰骋吗？他已经不是在蓝色战衣那里面的那种会态度比较强硬的推，已经有了那种欲拒还迎的味道。这一丝改变，驰骋感受到了，所以他在这里的亲吻是格外的兴奋。其实还有一个点，这里除了驰骋在，小粗包也在。真的，原著里面小粗包好多场合都在，毕竟是大宝的亲弟弟，驰骋的亲儿子嘛。其实，在来找无所谓之前，这几天驰骋也都是用野饲料去喂小粗包的。但是小粗包怎么说呢？虽然吃着驰骋喂的野饲料，但好像没什么兴致。可是今天来见无所谓，无所谓就给他送了一个麻雀，小粗包就吃得可欢实了，整个人是异常的兴奋，一见到无所谓就恨不得上去把人给缠住的那种，真的是儿子随爹，都对无所谓不可抗拒。哇，还有一个手提包，很珍贵的手提包。把小池送走了。是吗？这都谁送来的？哎呦，小池人一走啊，就差人送来那么多礼物，说是第一次上我们家，空手特别不好意思。所以你就感动了这呀？孩子好有心呢，送那么多。你在咬嘴唇，是心虚的感觉大球吗？，你以后少跟小池在一起。这个雷声，怎么了？你心里你不是咯噔了。刚刚说他还挺好的吗？我就是觉得他太好才这样说的。你想想，你跟他在一起，人家谁还会瞧上你呢？妈，你可真是我亲妈。无所谓和吴妈妈的戏都配得好好呀，搭配得特别好。这里很明显的看出来，其实无所谓对驰骋已经不是抗拒和嫌弃了，甚至看到驰骋送来礼物，还有一丝丝的小甜蜜，他眼神里有沁出一点甜蜜出来。小说里驰骋也送了，但是他送的不是剧里的这种礼盒，因为吴妈妈不喜欢那些，觉得这些东西又贵又不实用。小说里驰骋送的都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比如说是什么橄榄油啊、芝麻油啊、虾仁啊，都是吴妈妈平常舍不得买的，整整提了4大袋子，够吴妈妈能够吃上1个月的了。而且这些东西都是驰骋自己去超市买的哦，他亲自挑的，和之前送无所谓的几大箱子东西一样，都是他自己去买的。驰骋这一年只上过3次超市，全都是为了无所谓。第一次就是送给无所谓的几大箱子，包含了无所谓1年的吃穿用度。第二次就是送给吴妈妈的这4大包的吃食。
第3次就是地下室那里说无所谓是小倔驴那一脸。无所谓说自己饿了嘛，驰骋就立马冲出去买了一堆吃的，就是不仅是零食，还去饭店打包了很多特别实在的饭菜。所以驰骋真的是爱屋及乌，实实在在的把无所谓放在心上去疼去爱的。哎，小帅，哟，笑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呢？我先回房间了。行。小帅的衣服颜色都真的是，哎呀，好清新啊，粉色、黄色、蓝色。哎，小帅，我的糖人呢？被我先生拿走了。驰骋，他拿我糖人干什么？他就是故意的，他把你糖人拿走，你就只能去找他喽。坏坏的。靠！哎，你凭什么拿我糖人？你要拿也不能全拿，你最起码给我留几个，对吧？你语气已经松软喽，无所谓。给我女朋友了。驰骋，你等着吧。小帅，你帮我准备一套好衣服，越帅越好。我明天就要去诱拐驰骋，我要是不把他迷死，我就不信我。其实小帅这里不仅说，驰骋是故意的，他还看热闹不嫌事大，特别嘴欠的煽风点火，说我反复警告过驰骋，让他不能拿，说你回来肯定会生气。结果驰骋他毫不在乎，所以无所谓才会这么生气，说明天一定要去诱拐驰骋。小说里的小帅真的是坏坏的，但是你会很喜欢他的这种坏。无所谓，你的一套好衣服就是运动服吗？其实无所谓对驰骋有一点慕强。受不了他迷死。你头埋到哪里去了？脑袋埋到哪里去了？驰骋，放下！你不装逼能死？这个腰啊，他那内裤是 CK 吧？是吧？驰骋买的。放我下来！啊，驰骋的手在屁股上面。谁让你拿套乱撞的？小说里要准备一套好衣服，是真的和平常穿的不一样的。小说里无所谓这一次穿的是什么呢？棒球帽加宽松的外套加哈伦裤，而且裤子是那种松松垮垮的挂在自己的腰上，露出了蜜色的小腹和紧致的腰身，隐约还能看到他性感的臀沟，而且他运球的时候，臀部就是有节奏的颤动着，衣服又是那种松垮的，屁股又在有节奏的颤动，所以驰骋一走进篮球场就看到了这样的无所谓，当场就口干舌燥，把无所谓从篮筐上给抱下来之后，就直接把手伸进了裤子里去占便宜，摸那个无所谓屁股的时候，仿佛有一阵电流穿过他的全身，就是那种站立感。而且因为无所谓被69抱住了嘛，他的小胃又被拿捏住了，无所谓这个时候就气得用自己的大脑门去撞驰骋的膝盖，膝盖有多硬啊！所以这一撞，无论是无所谓还是驰骋，他俩都不舒服，一个是脑门疼，一个是膝盖疼。但是驰骋管不上自己的膝盖，就只是对无所谓是又气又心疼，因为他之前明明说过不让无所谓乱用自己的大脑门，但无所谓就是不听。驰骋刚想发火，可是一看到无所谓的眼睛，那个乌溜溜的大眼睛，立马就心软了。这个时候无所谓他的眼角是那种湿润的，你要想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眼珠子，湿湿的眼角，驰骋的心莫名的就软掉了。他第一次向无所谓低头了，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第二次，还会有第三次。百炼钢变成绕指柔，就这么开始了。只是呢，绕指柔的对象只有无所谓而已，是指向性的变化。谁让你拿套乱撞的？
哎，又给我带好吃的了。哎，这不是给你带的，这是我妈亲手给我做的。小说里驰骋吃到这一盒零食了，他和无所谓分着吃的。呀，小绿茶上线。喂，驰骋，打球累不累啊？哎呀，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了。哎呀，我头，哎呀，我的头好痛啊！驰骋心里爽翻了吧，爽爆了吧？驰骋，喂，驰骋，哎呀，哎呀，我的头好像更晕了，好晕啊，好奇怪，咋回事呢？哇，这个风都是偏爱你们，你看这个风吹他俩的头发。哎，突然不痛了。哎，别走啊！这不知道为啥扣上了。他舍不得走。不好6万块钱呢。我见过讹人的，没见过你这么讹人的。那我们就一起走，记个什么话？这腿真的好细呀！哎呀，肚子饿了。我女朋友，我请你吃。吃什么？哦。小说里无所谓把驰骋的手机给撞翻之后，因为小说写的比较早嘛，那个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还是那种翻盖手机，翻盖手机还要装电池的。那个无所谓这一撞，驰骋的手机直接电池和手机直接就分离了嘛。驰骋也没有管自己的手机，反而是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了药膏，挤出一点点放在自己的手掌心，然后又去给无所谓去按摩脑门了，一点一点非常细致的按摩，就是为了让药膏能够更好的在脑门上吸收。在无所谓的脑门好之前，彻底好之前，驰骋的药膏都是随身携带的哦。驰骋真的是对无所谓的事很上心的。后面无所谓的色盲症也是，驰骋就像一个严厉的爸爸一样，一点一点帮无所谓去矫正自己的色盲。他希望无所谓能够看到一个有色彩的世界。他真的是，好的，严厉的爸爸，爹系男友。我跟你说，这家店真的巨好吃。来喽！哎，你要的来了。来了，谢谢。不客气。这是你朋友？对，朋友丁丁姐。哦，姐姐你也在磕吗？没有。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无所谓的衣服的问题。因为前一晚的时候，无所谓让江小帅帮自己准备一套扎眼的衣服，要去诱拐驰骋。小说里无所谓在篮球场、在麻辣烫店，其实穿的是同一套衣服，但是剧里面是不同的。所以，剧里面到底哪一套衣服是用来诱拐驰骋的呢？哪一套衣服是好几万的呢？按理说应该是第一套啊，因为这样可以让驰骋就是一进篮球馆第一眼就把持不住，但后面又露小腹让驰骋生气，所以这到底是哪一套衣服呢？这是剧组的专门设计，还是拍摄的时候篮球场统一拍了没有考虑到呢？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有这个疑惑点，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哦，没有。尴尬的笑。我是你朋友。他是你男朋友。自己去倒，有冰块，喝什么饮？自己去拿。血口。你以后就会爱死他的抠了。特别喜欢他的斤斤计较。你要珍惜现在还能吃饱饭的日子。哎，倒满，倒满。咦，好多醋，好酸。无所谓，真的挑的大部分都是素的。
哎，我不吃辣椒，放了才好吃，真的，信我。不吃辣椒，尝尝吧。你后面会说这个辣你吃不了，你咋这么善变呢，石成？这是香肠吗？根本就不是邋不邋遢的问题，我就是看不上你那穷酸样。我身边的朋友都背上名牌包，吃上大餐了，可是我跟着你，天天除了拉面就是麻辣烫，你请我吃过一次好饭吗？无所谓，震惊了，心里的触动很大很大。是挺好吃的。其实驰骋真的很好养的，他对吃穿用度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在穿衣服上，他后面会把无所谓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指甲缝到头发丝儿，都是亲力亲为的，把无所谓的一切都打理好，自己穿什么反而无所谓。在吃上面呢，就是无所谓给他啥他就吃啥，给多少他就吃多少。江小帅都怀疑驰骋经常吃不饱，而且驰骋的生理需求很大，和无所谓办证之后，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一年都和无所谓时时刻刻的连在一起。我说的是连在一起，不是粘在一起。这个生理和物理性，大家要自己想象一下哦。他恨不得时时刻刻和无所谓连在一起。无所谓有时候感觉哎呀承受不了了，就拿几粒安眠药和在驰骋的饭里面。江小帅听到之后就说：“哎呀，我怀疑他脑子就是被你这么吃坏的。”无所谓吓了一跳，以后再也不敢在那个驰骋的饭里乱加安眠药了。还有就是，小说里还有一个他俩同居的日常很甜蜜，很甜蜜。就是他俩去吃羊肉火锅的时候，无所谓和驰骋他俩同居后，基本上就是两个人轮流去买饭，今天你来买，明天我来买。有一次又轮到无所谓买饭的时候，他又开始抠抠搜搜了。他去了那个菜市场买羊肉，本来打算买3斤羊肉的，最后想一想，哎呀，羊肉好贵，就改成了买2斤。他问羊肉店老板说羊肉多少钱1斤，老板就说40-50一斤。无所谓立马瞪圆了眼睛说，怎么会这么贵？我记得羊肉都是30多块钱1斤呀。老板就说，那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我这里也有30多块钱1斤的羊肉，你敢吃吗？无所谓说，我就敢，我就要买30多块钱1斤的羊肉，我要买2斤。店长都无语了。买完羊肉又开始去买那个蔬菜，无所谓专门捡特价蔬菜买。驰骋很喜欢吃那个香椿菜、香椿芽，但是太贵了，无所谓想都没想，看都没看，直接就去奔着最便宜的菜去。他本来还是想买一些那个火锅蘸料的，最后一想，哎，家里好像还有一点，就没有必要再花那个钱，火锅蘸料也没有买，就回家了。吃饭的时候，无所谓又是一肚子气，因为他明明把羊肉摆在这里自己这一边的，可是每一次他刚把羊肉放到了锅里面，驰骋的筷子立马就下锅了。每一次肉刚刚熟，无所谓的筷子还没来得及伸进锅里面，肉就全被驰骋夹走了，他只好就继续往锅里去夹，可是每次夹的羊肉都被驰骋给夹走了。眼看着2斤羊肉都没了嘛，无所谓还没有吃上几口肉呢，于是就倒了一盆菜进锅里，对驰骋说，你别光吃肉，你吃点菜。最后的羊肉无所谓直接用筷子夹着在锅里面烫，可是刚烫熟，驰骋就用高超的使筷子技术把那个羊肉给夺走了。所以基本上2斤羊肉无所谓就没有吃到几块，羊肉全被那个驰骋吃完了嘛，无所谓当场就生气了，筷子啪的一下就丢到了桌子，说我不吃了。驰骋看着无所谓那种气鼓鼓的样，小气的样，眼睛里就露出了一些笑意，然后默不作声的起身去冰箱里跟变戏法一样拿出了几盒样品非常贵的那种羊肉。
就把他羊肉放在那个无所谓面前晃了晃，说：“哎，你真不吃吗？”无所谓当时就惊了，底气不足的问：“哎，你哪来的呀？”池诚其实早就习惯了，每次只要轮到无所谓买饭，10、9、8、9都吃不饱嘛。不仅拿出了羊肉，池诚还从那个冰箱里又拿出了一些精品蔬菜，就是那种很贵的蔬菜，非常新鲜的蔬菜。又添了一些汤在锅里，还拿出了新的那个佐料，拌好了放在无所谓的面前，说吃吧。无所谓这个时候才那个有了一点点的笑意。池诚这一次也不跟无所谓抢了，就是在旁边笑眯眯的看无所谓吃饭。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了床上，无所谓就有一点心虚的，就说池诚，我买的那些破羊肉是不是都让你吃了？池诚就用自己的大手托住了无所谓的脑袋，说：“你那个羊肉是破的吗？”其实池诚第一口就吃出来了，无所谓买的羊肉一点都不纯，里面掺了鸭肉。无所谓听到这里就知道，其实池诚早就知道自己买的不是好羊肉了，他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就说：“那你干嘛要吃那个呀？咱冰箱里不是有好多那种精品的好羊肉吗？你干嘛不把我的破羊肉给扔掉？”池诚就低沉沉地说：“我敢扔吗？我要是扔了，你还不跟我玩命吗？我也不敢放在冰箱里呀。我要是放在冰箱里不把它吃掉的话，指不定哪一天你自己就给偷吃了。”就是池诚跟无所谓去抢前面的羊肉，就是因为他早就吃出来了，那些羊肉不是好羊肉，是掺了那个鸭肉的羊肉，所以他就是把那些坏羊肉都吃到肚子里，确保无所谓不会吃到这些不好的东西，才把自己买的好的羊肉拿出来。他真的是像疼小孩一样的疼无所谓，是挺好吃的，呛着了。吃冰块解了，池诚都惊呆了。这个冰块要细说一下。吴妈妈去世之后，池诚带无所谓去夏威夷散心。散心的时候，他就借助月月的事说想要惩罚一下无所谓。就是这个冰块，这里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不太懂，但是池诚一看吃到这个冰块，其实他脑子里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黄色废料的。在那个小说里面，当时在夏威夷的时候，池诚就是嘴巴里含着一块冰块，用嘴含着冰块游走遍了无所谓的全身。当时他借着惩罚的借口，就把无所谓的2条腿吊在了床的栏杆上，然后自己整个人全身就扑在了无所谓的身上。语气很温柔，但是态度非常的强势。无所谓就想要抗议，池诚就是说听话，这次你必须得罚，抗议无效。然后就用的自己的嘴巴，就是给了无所谓一个深吻，应该都不叫深吻了，叫舌吻。就是吻着吻着，等到无所谓紧绷的身体完全放松下来之后，池诚才把嘴唇离开无所谓的嘴唇，含了一块冰。就是继续在无所谓的身上游走，带着这个冰块，就是亲遍了无所谓的全身，从嘴巴到心口，到爷爷的爱人，再到无所谓最私密的地方，每一处都没有放过。就是冰块带来的那种冰冷的刺激感之后，无所谓是急需要热的。然后池诚又拿出了蜡烛，冰火2重天。夏威夷的那一块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剧里面没有拍，用纯情的花车代替了，也不能拍，我感觉拍了肯定播不出来的，会被封吧？啊，真的是。你怎么不吃啊？啊，嗨，天太热了，我得缓缓。哦，这小腹，蜜色的小腹，还有汗珠。哦，侯姐，他在勾引你，他不在明目张胆的勾引你。哎呀，太热了，太热了！他吃醋了。我突然让你放下来，你听不见是吧？我热。你热，我给你降降温。哎，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很疑惑，他干嘛把那个冰块也拎走？干嘛？直到后面再看，我才明白为什么拎走。勾引我是吧？别动我！哎呀，他自己钻进去了。我这一条裤子好几万。所以到底是哪一条裤子好几万呢？篮球场那个你也说好几万，这个也说好几万。剧组告诉我，到底哪一个是好几万？裤腿卖了，请我吃顿好的。就是嫌我穷，嫌我抠。我要真嫌你穷，嫌你抠，真能让你那两个破生给骗过来。哦呦！不行，你他妈3番5次招我，招了又不让碰，你到底想干嘛？时机正好。你又不是我男朋友，我凭什么让你碰我？呀，你是会泼冷水的。伤心了。该跟月月分手吧。大宝，今晚去我家住吧。其实这一句台词后面还有一句，我就不去。那句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别人睡了。大宝都伤心了，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分手？我都用身体留你了，你还不分手？果然，多情的人最薄情，只有顽劣的看着过瘾。月月已经是瞎了眼，你俩都瞎了眼。伤心了，宝宝。你等着后面追击火葬场吧，你。就是刚刚，无所谓出来的时候，不是手里还拎着一杯冰块吗？这个冰块后面怎么就没有了？我刷到一点点的那个花絮路透，好像是池诚有把那个冰块从无所谓的那个衣服领口里倒进去，去冰他的全身。为啥给我剪掉了呀？为啥剪掉呀？那个拍的不是挺好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小说里面的时候，其实在麻辣烫店无所谓吸烟衣服那里，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勾引无所谓，他是真的热了，因为吃麻辣烫真的好热，他穿了长裤这种东西就很热，他忘了自己身边有个色狼，他就习惯性的把那个 T 恤撸到了自己的胸口，露出了那个平坦的小腹，还有那个湿漉漉的脊背。关键的是。就是比剧里要过分一点的是，他吃东西的时候要弯着腰，所以他那个臀缝会露出来的。这个直接就是池诚是忍无可忍的，就一把他给捞出去，说你以后只需在我面前这么穿，你走街串巷的时候你不可以这么穿，就是你在我面前怎么骚都成，你到外面必须得捂得严严实实的。无所谓就很生气，你凭什么管我的穿着？池诚就说：“你那个裤子再拽低一点，我都能直接从后面进去，因为那个裤子低腰裤真的很低很低。池诚真的这一次醋大发了，所以才会，可能后面才会把那个冰块直接从他的衣领里面倒进去的。剧里也可能是，这么多外人在场，不能直接拍他的那个屁股，就改成了露小腹。”但是露小腹和那个露喉结这里真的也好性感哦。除了这里，在车里的时候，无所谓一开始有一点威胁池诚，威胁不成他就开始打苦情牌。就是这里面他横躺在后座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那种非常凄苦、非常可怜的，好像在用眼神控诉。说我不管，我就悲愤，我就心塞，我就是一副被排挤的厌世、绝望、沧桑的样，我就是觉得你在嫌我穷，嫌我酸。而且他一边悲愤，一边还去撩拨池诚。但是池诚悲哀的发现自己都被撩拨成这样了，还是会被无所谓的雕虫小技给逼回去。但凡换个人，不是无所谓敢这么撩拨他，他真的直接在
后车座就把人给绊了。可是对着无所谓，他手都掐上脖子了，但是还是下不了口，就是真的是邪了门了。最后做的只是用大手扣住无所谓的脑袋，强势的亲上去。而且这里面无所谓真的是越来越习惯跟池诚接吻了。他以前觉得勾引池诚跟他亲热是一件亏心的事儿，感觉为了钓这条大鱼付出的代价有一点大，但是他现在完全不这么想了。池诚用自己的吻技和手技征服了无所谓。无所谓感觉池诚的舌头真是个尤物，那个条舌头能在自己的嘴巴里搅得天翻地覆，酣畅淋漓。每一次跟池诚热吻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停下来之后还会再想的那种感觉。你怎么来了？还屏蔽你呢？哎，怎么没连带的把我也屏蔽呢？李旺不吃胡萝卜了，开始吃香蕉了。前2天刚发一条，问上次送的慕斯哪儿买的。慕斯好像是元祖食品。告诉我这个慕斯是哪家店？你也不说给他评论一下。啊，对了，你上次让我调查那个无所谓，有结果了。他其实是个直男，今年刚跟谈了3年的女朋友分手。我就知道。更炸裂的是啊，他的前女友是月月。你说什么？就是无所谓的前女友，是池诚的现女友。哦。也就是说，无所谓在跟自己的前女友抢男人，可能是。哎，无所谓是不是看前女友过得太好了，自己也想分一杯羹啊？要是那样就好了，就怕他有别的什么目的。池诚啊池诚，没想到你又被人算计了。哎，你说要不告诉他，刺激刺激他，怎么样？先不要告诉他，我跟你讲啊，这种事儿最好玩的呢，就是等他陷进去，然后再戳穿他，那才有意思。你以后也会陷进去的。还挺可爱啊，这朋友圈又删了。哎。如果你调查的时间没有错的话，这无所谓跟江小帅认识的时间，是不是就卡在无所谓分手之后啊？通了，所以他们2个抱团，就是为了报复各自的渣前任呐。各自？啊，是的。啊，我上次去诊所，听说江小帅是为了躲避前任情伤，然后背井离乡搬到这儿开诊所的。情伤。情伤。是的，所以你的追妻路也很漫漫。这件事情啊，哎，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你追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你到底想干嘛？你又不是我男朋友，凭什么你碰我？无所谓，你真的是开始贪恋他的亲吻了。咦，真变态！口嫌体正直。这里池诚拿着这个糖人，其实他脑子里回想的不单单是刚刚在车上跟无所谓的那一个深吻，他其实还在回想在篮球馆里面无所谓穿着低腰裤的那个扭胯的动作，以及在吃麻辣烫的街上无所谓的那个风骚的扭胯。池诚感觉自己骨子里很痒，是那种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的痒，而这个痒只有无所谓的屁股可以去解痒。他见过很多人穿什么低腰裤、丁字裤，甚至有人不穿裤子。他也见过很多下流的动作，但是就是不及无所谓一个撩起背心的动作来的淫荡。池诚一直觉得风骚不是演出来的，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无所谓就是那种风骚藏在那个汗毛眼里的，就是密密麻麻藏满全身的那种。这种风骚普通人看不出来，只有行家可以看到一点点。驰骋就是那个行家。睡了没？正准备睡呢，你呢？准备做爱。不是大哥，你准备做爱跟我发什么消息啊？我想让你给我加油啊！嘴都无所谓上线。行，没问题。对面的美女听好了，你男朋友可不是什么好鸟，他男女通吃，流氓见了都得躲着走。真解气。给驰骋骂爽了，挨完骂全身都舒坦了。江医生，吃饭了吗？江医生，你下班没？江医生，你想？江医生，下班了吗？我看手机界面还有一个无人接听，你不会还偷偷给他打电话了吧？但是没人理你，说不定还把你拉黑了。咦，呀，不行，发这些太不懂了，得想点有意思的。哦哟，我一直弄不明白这是啥软件。等会儿你不得好奇死我撤回了什么？哇，他好有礼貌，还跟前台点头打招呼。你出来啦？工作累不累啊？不累。饿了吧？我们去吃饭。我有个好事儿。我去拿点东西。我跟你一起吧。看来必须得下点猛料。小说里面是驰骋特意让月月来，自己单位找自己的，就是为了刺激无所谓。这是小说里的一个酸涩场面，剧里没有拍出来，有一点可惜。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小说里面驰骋和月月后来还上了车，驰骋打的旗号是说要送月月回家。无所谓看着他俩出双入对的背影，神情很复杂，你也分不清他到底是为月月吃醋，还是为了驰骋吃醋。在开车的过程中，驰骋开得非常的慢，一边开还一边用余光去看后视镜，而后视镜里面无所谓的身影就是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小，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落寞的情绪，看着无所谓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驰骋心里其实也有一点
不太好受。直到拐弯之后再也看不到无所谓之后，池骋的车速才提上来。月月很不理解，说：“哎，你今天为什么允许我来公司找你了？”池骋才说：“那个漫不经心的说，就是怕你一个人下班不安全。”月月心里面就跟抹了蜜一样，随口就说了一句：“说流氓都躲着你走。”还记不记得前一天晚上，无所谓和池骋打电话的时候，池骋说我在做爱的时候，无所谓不是大骂了一通吗？骂的里面是不是就有一句话说流氓都躲着你走？一前一后的2句话，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就这么说出来了。仅隔1天，这种默契其实也只有7年的恋人才会有。还记得后面大概16集的时候，池骋因为一句话痨就想起来是汪朔找过无所谓，当时无所谓还吃醋，说你俩真有默契，只通过2个字话痨就知道对方。而这里面无所谓跟月月也有这么一个默契，所以你们俩就是1比1扯平了，后面谁也不许提这一茬哦。还挺有定力的。那当然，那可是调戏的师傅。哇，抽了好多根啊！它这个叼烟这样叼好可爱。你怎么了？还抽上烟了？他生气了，他急了。无所谓，原著里这个时候是坐在驰骋的车头上面抽的，很霸气。没事儿，看看车。这小内八，一身白。我最近啊，打算把蛇卖，买一辆2手车。你这车啥时候买的？多少钱？去年买的，不贵。60万。5万卖不卖？搭上你就买。哦哟。搭上你就卖。你俩就彼此拉扯吧。让我坐进去试试呗。你又不是没做过，你装什么？上车。哦哟。怎么样？车不错，送你回去。你俩不用，他送你回来，你送他回去。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拜拜。叫住！我正好要送我女朋友，拜拜。算你狠！高手遇高手。真好，我有点渴了，家有水吗？管够。哎，松手！你车不要了？不要了。哎，松手！哎，疼！哎，放开！你不是要喝水吗？哎，松手啊！哎呀，痛啊！哎呦，又捂住了前面。干什么？哦呦！哎呦我去，一下顶开了。不要顶那么开哦，会很痛哦。不让我接他电话，不用刷我手机吧？那你是心疼手机，还是心疼他呀？哦，你真是头小倔驴。
抠一下，走一步，又是屁股，不打，屁股都要跳天上去了。眼神开车，小说里面手机响了之后，无所谓不是把它给拍在桌子上，而是啪一下就可以狠狠地摔到了地上。然后他用自己的胸膛猛地撞了一下驰骋，把驰骋给吧唧抵在了门框上，然后无所谓噌的一下就是吻了上去。他头一次这么主动，就是他失控了，你知道吗？无所谓失控了，无所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控。那个汗珠子就是疯狂的往下飙，就是像线一样的往下飙，但是无所谓已经顾不上擦了，他就像是一个饥不择食的孩子一样，就是毫无章法的去亲去啃驰骋，舌头在驰骋的嘴巴里捣鼓，他是真的急了。